到了明代，风水术开始泛滥，不仅帝王将相重视风水，风水也走向民间，逐渐成为民俗的一个部分。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家，无论居宅或坟冢的营造，都要先请阴阳先生看风水。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，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，有朝拱之意，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，没有拱卫之意。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命令刑部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打100棍，在牛鼻处凿洞，用铁锁穿过，使牛首山势转向内，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，使山秃黄。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，认为北平依山平跳，俯视中原，尽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，远树控制边外之威，比金陵更加雄壮。但是大臣们认为，元朝建都北平，地气已尽，南京是兴亡本基，而且宫殿已成，没有必要迁都。而且古人说，在德不在显，加上战事还没有最后结束，不要移都北平。朱元璋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。后来，明成祖把都城迁到北京，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，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。通过内战夺得自己侄子建文帝王位的永乐皇帝朱棣，在下决心迁都北京后，便处心积虑地设法毁掉元朝苦心经营的风水。在元朝的宫殿上建起了景山，也叫镇山。桥上的玉道盘龙石被凿掉，连金水河也废弃了。当时翰林大学士宋讷曾有诗写道：玉桥路坏盘龙石，金水河成饮马沟。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，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。一次，一位风水师当着他用量天夺地之物说某地下有石头如虎，成祖信以为真。明成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灵。廖君清、尤朝宗等人来到昌平县后，相得那里的一座山很吉祥，成祖亲自视察，改山名为天寿山。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动摇着明王朝的江山时，崇祯皇帝就派专人到陕西米脂县去平回李自成的祖坟，想借风水的法宝来割断其蒸蒸日上的生计。而从李自成一头来说，当他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凤阳朱氏老家以后，一把大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。结果出于历史的安排，
崇祯自缢煤山，李自成兵败身死。作为一种依据一定理念来进行操作的风水，自身也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琐碎庸俗。《金瓶梅》第62回写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丧葬，在请阴阳徐先生来看批书讲出来的煞冲迎斩之局和避免冲犯的方法，荒诞不堪，已完全堕落成江湖骗子诈财混饭的手段。同风水逐渐走向衰落的实际相适应，明代的风水著述虽然很多，但是从总体上讲，除了在文献保存整理方面有所建树，在某些分支方面有所发挥以外，理论上已告停滞。这些读物中值得一提的是蒋平阶编写的《水龙经》。蒋平阶是松江人，那地方无山可言，但是水系丰富，所以该书的宗旨就是把水当山看待。所谓水积如山脉之柱，水流如山脉之洞，告诉人们如何根据水的走向和变化找到生气，从而成为在无山之地开谈风水的经典。明朝还有个风水大师，这就是刘基。刘基字伯温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，精通风水之术，在民间传说中被描绘成仙风道骨、足智多谋，是个诸葛亮式的传奇人物。刘伯温看风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。此外，明代时期的风水读物，有关府署、庙宇、桥梁、街道、住宅、里巷等城镇建筑的占断内容大幅度上升，人文景观的形式盖过了自然环境，这是同社会走向城市化的趋势相适应的。